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低语，我是 Nico。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你们在人生的下一个阶段，你们在人生的下一个阶段会迎来怎样的使命和任务？你们在人生的下一个阶段，你们会完成一种怎样的转变？那在我们面前呢有三组牌，从左到右分别是第一组牌、第二组牌、第三组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稍后的话我会做出一个解读。那么大家在选牌的过程当中，可以在弹幕上打出领取好运，来领取你们的专属好运。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组牌。首先我们抽到的这张逆位的宝剑三，你们人生的下一个阶段呢，首先的话你们要从过去挣脱出来啊。这个逆位的宝剑三，它暗示着你们可能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沉重的过往，可能说你们在过去犯过一些错误，但是你们似乎一直都没有办法从过去犯过的这种错误或者说遗憾当中走出来，原谅自己。它会让你们一直停留在过去的某个时刻当中，好像时光都被凝固住了。所以说这种成长或者说进入到下一个阶段，一定是有一个前提的，就是你们会彻底的放下过去，接纳自己当时犯过的那些错误，也接纳当时的自己并不完美。你们的思维会发生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你们会从为什么那件事情会发生在我的身上，转变为我过去遭遇的那件事情教会了我什么。而第二张牌的宝剑侍卫啊，人生就是说你们人生的下个阶段会确立一个大方向，然后在这个大方向当中，你们会确立不同阶段的小目标，一个一个的去把这种小目标完成掉。宝剑侍卫给我的感觉就是你们的思维可能会有点跳跃啊，就是你们不仅仅规划好了人生的下一个阶段，你们人生的下下个阶段，你们可能也已经有了一个大致的方向和规划了。宝剑侍卫这张牌，它就暗示着你们自身的思维和想法非常的活跃啊，在你们人生的下一个阶段当中，你们可能会更踊跃的去表达自己，展示自己。宝剑侍卫它给我的感觉就是你们可能在人生的下一个阶段会完成一个漂亮的转身，会调整自己的人生方向，或者说在追逐一件事情的过程当中，会突然的有一个新的想法。宝剑侍卫我看到的是下一个阶段你们的人生会有着更多的可能性和选择会出现。而第三张牌呢，圣杯骑士，你们人生的下一个阶段很有可能会进入到一段亲密关系当中。圣杯本身它是有着一种感情方面的暗示的，你们可能会遇到一个文质彬彬的水象特质的桃花啊，比较善于沟通表达，会从这个人的身上得到一种被治愈的感觉，得到一种力量啊。圣杯本身的话呢，我觉得你们会在下一个阶段刻意的让自己慢下来，像水一样的流动，缓慢的流动，静水流深的感觉吧，就是你们的这种缓慢的流动、缓慢的成长，反而是温和且可持续的。你们不着急的想要去，不再着急的想要去，不再急迫的想要去达到什么。时间在你们的身上，它的作用会变得缓慢，你们整个人会像这个圣杯骑士一样变得越来越松弛，会把自己的思维、时间和注意力聚焦在那些更重要的事情上面啊，而不是为了努力而努力。你们的每一个行动都是经过思考，都是有目的、有方向性的。一旦你们接受了这种缓慢的前进以后，你们踏下的每一步都坚实而又稳重。你们会在一段时间以后，可能会惊讶于原来自己已经走了这么远的路了。那么第四张牌的圣杯十，它暗示着你们人生的下一个阶段可能会考虑着重新去组建一个家庭，或者说新的团队。这张圣杯十呢，它是有一种走向圆满的暗示的，也就是说你们之前坚持的事情啊，在你们人生的下一个阶段，它会迎来一个明确的结果。圣杯十它就代表的是你们人生的下一个阶段会有一次比较成功的合作。圣杯十它这张牌本身对应的能量是非常之好的，它有一种自我实现的力量和心想事成的暗示。而这张牌呢，宇宙神卡 The Seven Star Sisters，这张牌它给到的一个指引就是 birthing creations， 它是一种表达的力量，或者说会有新的生命会诞生就是这组牌的一部分人，可能你们人生的下一个阶段就会结婚生子，
它暗示着下一个阶段一定会有一些新的东西会被创造出来，有可能是新的生命，有可能是它可能是一种新的创作的作品啊，你们在下一个阶段会酝酿出来。它象征的是你们对于自身的一种毫无保留的自我表达，而新的生命它就是一种最为彻底的、最为极致的自我表达。第二张牌呢是 Activated Earth， 它象征的呢就是 Trust where you are led， 你们要相信你们正在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所引导着去到一个你们必将抵达的地方。也就是说，这张牌暗示着其实你们已经知道你们人生的下一个方向在哪里了。那些你们一直好奇而又有一些忐忑不安的未来，其实你们心里能够隐约的感觉到它们是明亮的。而第三张牌呢是 Earth Pulsing Time in Nature， 这张牌给到的指引是 Slow down， 让你们慢下来，让自己慢下来，把焦虑变成一种成长的动力我觉得让自己慢下来的前提呢，一定是你们首先要说服自己，恢复一种对于生命的整体性的视野。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们一定要有一个更大的格局，看到一个更远的未来。你们要知道人生的每个阶段它实现的这种任务、意义和使命分别是什么，你们才能够稳扎稳打的朝着那个方向上走去。我觉得如果你们想让自己慢下来的话，你们一定要对于自己的生命的每个阶段都有着一个清醒的认知。你们可能首先要暂时的放下你们正在做的事情，去问一下自己，你们现在所做的这个事情它会带给你们什么，你们要去到哪里，你们现在的这种状态或者说正在做的这个事情它是否是可积累的、可持续发展的。那么有这样的几个问题以后，你们会更加清楚你们的人生正在朝着哪个方向上前进。当你们心里有数的时候，才能够真正意义上的缓解这种焦虑，让自己慢下来。第四张牌是 Double Mission，你们在人生的下一个阶段在你们的身上是有着不同的使命和任务的。也就是说，你们在人生的下一个阶段可能要去同时做2件不同的事情，你们有2个完全不同的身份，但是呢，你们在同时做2件事情的过程当中这2件看似独立的事情，当他们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都会给你们的人生带来正向的反馈和收益，而且这2件事情可能还会产生一定的关联。这2件不同的独立的事情会有一个协同的效应。那这张牌就暗示着你们人生的下一个阶段，你们会给自己的人生保留2种相互独立的人生可能性。而我们抽到的这张牌 Seven House Partners，它暗示着你们在人生的下一个阶段你们会找到这种人生的伴侣你们可能会通过这个人从而完成自己，通过和一个特定的人建立联系从而创造出一种心灵的广阔。这种关系不会让你们变得收缩狭隘它会让你们伸展开来，让你们抛弃一切强迫的、刻意的、僵硬的、不自然的念头，会让你们整个人的灵魂舒展开来，会让你们活出一种生命的真诚。这种关系会把你们自己带回你们自己你们会通过这个人可能说看到另外的一个自己，通过这个人能够让你们的灵魂变得完整。而第2张牌呢 Solar Eclipse， 它带来的是一种变革一种改头换面的能量。就是说你们在人生的下一个阶段，可能说你们经历了一些事情以后，你们就好像换了一个人一样，你们的性格、你们的思维，整个人散发出来的能量和气场都会发生改变。它是有一种把自己沉淀下来的感觉，宠辱不惊。你们人生的下一个阶段呢，你们会自带一种秩序感和稳定。这种稳定呢，它意味的是一种稳定的日常、稳定的价值观，它是有着一种内在的笃定，与外部世界无关这个世界上的纷纷扰扰好像都无法干扰到你们。而第3张牌呢是 Air Element Communicating， 它是一种沟通你们会找到一种方式，在你们人生的下一个阶段，你们会通过这种方式和这个世界建立起一种全新的沟通渠道。这暗示着你们之前可能是长时间的自我封闭、隐姓埋名的感觉，你们把自己隐藏在一个没有人能够看到的角落里边。那这张牌就暗示着你们人生的下一个阶段，你们会重新恢复和这个世界的一种能量的连接会踏出自己的舒适圈，
并且会找到一个属于你们的位置，在这个位置上发光，去实现自我价值。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二组牌。首先呢，关于你们人生的下一个阶段啊，逆位的命运之轮啊，我觉得你们人生的下一个阶段应该会迎来一个很大的反转，有一种逆天改命的感觉。你们会冲破命运给你们设下的障碍，冲破阻力，活出属于自己的人生。一般来说，抽到命运之轮的话，你们人生的下一个阶段会转运。这个命运之轮它有一种30年河东30年河西的感觉。命运之轮处在逆位，说明你们既定的命运正在发生着改变。第二张牌是宝剑骑士啊，你们下一个阶段会爆发，会朝着一个方向，或者说朝着一个目标猛冲啊！这张牌我看到的是你们人生的下一个阶段会加速。之前你们已经蛰伏了很久了，可能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在小心翼翼的布局。人生这场战争的胜利啊，它不是靠一个绝妙的计划或者说选择，而是靠长期的策略，长期的小心布局。你们之前的这种蛰伏和沉淀，会让你们在人生的下一个阶段啊发展开始加速。而这张宝剑一呢，你们在下一个阶段会重新找回自己的秩序。宝剑的话，你们会打开这种思维的限制啊，相信自己有无限的可能性，相信自己拥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啊。只有你们认为命运是注定的时候，命运才是注定的。当你们认为命运是可以改变的时候，命运它就是可以改变的。这个决定权在于你，所以说你们要允许更多的可能性出现在你们的人生当中，允许一切发生。宝剑的话，我觉得这把宝剑也是你们在人生的下一个阶段啊，会突然的找到一个人生的支点，就是手上拿着一把武器，能够让你们披荆斩棘。你们可能会猛然的在人生的下一个阶段啊，发现自己的优势和闪光点。今天你们会把这种优势和闪光点利用到极致，在下一个阶段通过这个支点完成一个人生的大幅的成长和飞跃啊！你们找到的这个优势和闪光点，就相当于是你们人生的一个杠杆。第四张牌呢，愚人的逆位啊，我觉得你们在下一个阶段会真正意义上的成熟起来，会告别一种随遇而安的生活，整个人似乎开始变得紧绷起来，开始变得认真的去做某件事情。逆位的愚人，其实我觉得在你们人生的下一个阶段啊，你们会告别那种散漫无序的生活方式，把能量重新回收到自己的身上，让自己的生活重新变得规律起来。而我们抽到的这张牌 Baby Steps， 你们在一点点的往前走啊，只不过这个幅度很小很缓慢，需要时间的沉淀和积累才能够慢慢的拉开差距啊，就像种子在破土发芽之前你们看不到它的成长一样，可能你们现在已经来到了那个临界点上面了。你们虽然走得慢，但是你们一直是在前进的。那么这张牌，我觉得这个 Baby Steps 啊，我觉得你们要保证自己做的这件事情啊，它的优势啊是可以被积累的。你们的优势就是在于时间是站在你们这一边的。当时间是你们的朋友的时候，你们做的这件事情只要它是重复的可积累的，你们的优势就会慢慢的扩大。而第二张牌呢是 Star Ancestors 啊，它在告诉你啊，要利用那种祖先的智慧，也就是说你们可以去尝试着和身边的这种长辈啊，或者说走在你们前面的人去请教一些关于人生的选择，关于未来的规划。这张牌呢，它还有一个指引，就是 Look a little deeper， 就是在你们生命的下一个阶段当中啊，你们会更加深入的去学习和探索。这张牌暗示着你们人生的下一个阶段会找到一个特定的领域和方向，然后在那个领域和方向当中持续的去深度的挖掘，不断的深耕，成为那个领域和行业当中的权威。所以说一定要有这样的一种觉悟，如果你们事业
想要发展和突破的话，你们一定要在一个方向上走得比别人更远一点，看得更远一点，做得更多一点。看似只是1%的优化，但是每一个行为1%的差别，长时间的积累就会让你们的优势变得越来越大。第3张牌呢是 All Paths Lead Home。你们可能在一个人生的十字路口上纠结着、挣扎着，想要再做出一个选择，尤其是你们很焦虑啊，你们想要做出一个对你们来说完全正确的选择，但是实际上没有什么所谓的正确和错误的选择，或者说每一个选择都是正确的选择，因为每一步路都是必经之路，所有的路都将通往那个你们最终的目标和目的地。而第4张牌呢 Big Picture Thinking， 这张牌也是告诉你们，你们人生的下一个阶段呢，它不是一个小的目标，而是一个大的目标，非常大的目标，非常宏大的目标。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要恢复一种对于生命的整体性的视野，不再计较短期的得失，而是要尊重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在那个方向上持续的去深耕、积累、沉淀，然后爆发。耐心一点，等待量变产生质变，属于你们的一切都会到来。那么接下来我们抽到的这2张牌呢，第1张牌就是 12 House Escape， 12宫它带来的是一种有一点像是战略性撤退的感觉，你们可能会逃离一个地方，逃离你们现在手上在做的事情，或者说逃离某种思维。也就是说，下一个阶段你们可能会有一种重生的感觉啊，因为你们逃离了某种束缚，逃离了某种困住你们的力量，下一个阶段你们会从头开始。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啊，你们可能会重新回到原点，但是这对于你们来说是一个好消息。第2张牌是 Balance， 你们在人生的下一个阶段会重新回归到这种平衡当中啊。生活它就是像是在骑自行车一样，你们只有保持平衡，才能够不断的向前走。所以说你们的这种平衡，我觉得可能是之前你们在人生的一个方向上走得太远、太极端，你们现在要把自己拉回来，相当于是修正一个错误，拨乱反正，在你们人生的下一个阶段，会重新让自己回归到一个正轨上来，在不断平衡自己的过程当中，你们会重新找到自己人生的方向、秩序和节奏。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3组牌。首先我们抽到的这张宝剑2，你们可能在人生的下一个阶段呢，会同时扮演2个不同的角色。手上的这2把宝剑呢，可能是你们在人生的下一个阶段会尝试着在一个新的领域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现在的你们可能正在黑暗当中摸索，没有地图罗盘的指引。虽然说你们的眼睛被蒙住，但是你们能够隐约的感觉到有某种东西在呼唤着你们。你们只需要跟着你们内心当中的那个指引往前走，你们就会不知不觉的来到人生的下一个阶段。不要担心你们接下来做的这些选择是对还是错，选择本身并不重要，因为你们有能力把任何一个选择都变成正确的选择。第2张牌呢是死亡牌，你们可能在人生达到下一个阶段的时候，经历一个向死而生的过程。这种向死而生并不是身体上的，更像是一种精神上面的重生。你们在经历了一些事情，在经历了一个令人感到绝望的困境之后，会重整自己的能量。这张牌也是在提示你们的人生的下一个阶段会有一个触底反弹，从死亡的阴影和困境当中重生。有一些事情会经历一个逐渐柳暗花明的过程。那么这张逆位的力量呢，它其实是有一种有心无力的感觉在里边的，就是你们在人生的一个低谷期，你们可能还在当下的这个阶段当中，在某个关口反复的徘徊，你们会感觉到很无力，好像做什么事情都是在原地踏步，或者说兜兜转转了一大圈，又重新回到了原点。这张逆位的力量呢，它有一种暗示，就是当你们进入到人生的下一个阶段之后，你们会突然的找回自己的力量，拿回自己的力量，拿回自己人生的主导权。你们内心当中的那头雄狮现在只不过是暂时的被压抑了，
它会觉醒，它会在你们人生的下一个阶段觉醒。而且呢，你们人生的下一个阶段呢，这张宝剑二啊，它其实还有一种暗示，就是你们要勇于去探索不同的课题。这种探索不同的课题，或者说不同的人生的可能性的意义在于，它会让你们有一个创造力的爆发。因为这种创造力的爆发，常常来自于你们把原来的一个想法放置到一个全新的场景里边。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你们在某一个领域当中的这种优势，当你们去探索到一个新的领域的时候，你们在原来的这个领域当中的这种某项技能、某种优势啊，能够让你们在别的领域当中成长和进步的更快。所以说，这张宝剑二的意义还在于，当你们卡在某个地方的时候，当你们要去切换别的课题去研究的时候，可以让你们潜移默化的忘记，摆脱原来的错误，让新的办法涌现，去摆脱那种老的课题的卡壳的困境啊。所以说，这张牌它主要暗示了你们在人生的新的阶段里边要勇于去探索不同的课题，才能够让你们从这种困境当中走出来。这张星币七呢，它暗示着你们人生的下一个阶段啊，它会去谋求一种真正长期的发展，去做一些可以积累的、可以重复的事情啊。这些星币它其实就是它暗示着你们在下一个阶段做的这些事情，它有着某种生命的特质，它是可以被积累的，可以被重复的。而且呢，星币七这张牌，你们在人生的上一个阶段，你们做的这些事情，可能是某个行业当中积累的经验、认知、人脉，它会在下一个阶段让你们去集中的爆发、成长、变现、飞跃。这个星币七你们要耐心的去等待，就像是猎豹在等待着自己的猎物，只要合适的机会出现，你们要在有限的区间当中去集中自己所有的力量和资源去变现。就是你们可能会花大部分的时间去等待，但是会有几个闪光点去点亮你们的人生，就是让有限的资源集中出现在高价值的区域和领域，一击即中。这张星币七呢，其实它也有这样的一种暗示，就是你们要像鹰一样，能够鸟瞰全局啊，拥有一种全局性的视野和大局观，又能像狼一样聚焦猎物，在有限的区域和空间当中集中力量办大事。你们手上的这些星币呢，它是你们可以利用的这种优势和资源，不要忽略它。而且呢，这张星币七它也暗示着你们在人生的下一个阶段呢，你们可能会去你们能够找到那些你们愿意去守护的事情、守护的人。那么接下来我们抽到的这几张牌呢，第一张牌 Fall into my arms， 你们会投入到宇宙的怀抱当中啊，它讲究的是一种臣服的力量。你们在人生的下一个阶段呢，你们真正需要学会的就是去臣服。它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字眼，可能有的时候就是臣服在一些人的眼中会催生出一种软弱和怯懦的想法，但是臣服本身它需要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去追随无形，进入未知。臣服并不能让我们清楚我们自己行走的方向，我们可能也不知道它将会带领我们去向何方，但是臣服这种概念，它会让我们认清楚一件最基本的事情，那就是我们个人的好恶并不会引导我们的生命。我们通过放弃那些强大的力量对我们的控制，我们会让一个更加强大的力量来指引我们的生命，而这就是我们的生命的本身。就是这张牌让你们臣服，并不是让你们随波逐流，而是让你们自身生命本身的力量来指引着你们往前走，你们想到哪里就走到哪里。通过这种方式啊，你们会在人生的下一个阶段当中体验到另外的一种极致的生活，或者说极致的生命的绽放。假如说你们之前一直都在压抑自己，或者说你们受到了某种规则的框架的束缚和限制，那么你们在人生的下一个阶段，你们可能会去追寻一种生命的极致的释放。在上一个阶段的你们是那种极致的自我驯服，当你们过渡到下一个阶段的时候啊，你们就会体验那种极致的绝对的不被驯服的力量。那么第二张牌呢是 Mars Anger Conflict， 它是一种强烈的火元素啊，就是你们在下一个阶段，你们不会像以往那样任何事情都逆来顺受，你们会释放自己的力量。可能说释放出来的这种力量愤怒会造成一定的冲突，
但是这种冲突能够帮助你们拿回属于自己的力量，去掌控和主导自己的人生，不再是任人摆布、任人宰割的。第3张牌呢是 Trust the timing 啊，相信时间的力量。在你们人生的下一个阶段当中，时间它会成为你们的朋友。当时间成为你们的朋友的时候，时间就会自动在你们的身上留下那些真正坚定的东西，比如说你们的信念，比如说爱，比如说你们身上的那种秩序和坚持。时间它也会帮助你们淘汰掉那些你们身上不够坚定的东西，比如说浮躁和软弱。当你们人生的下一个阶段能够专注而不是分散的使用时间的时候啊，你们就能够在一个领域当中朝着一个方向上持续的积累，才能够实现常人不易实现的目标，取得常人难以取得的成就。这就是做时间的朋友。而第4张牌呢 Cracked Open 啊，你们会经历一个顿悟，就是在人生的下一个阶段当中啊，你们经历的一些事情会打开你们的智慧，你们会从一个理论家变成一个实践家。你们的人生它是一个大后期的人生啊，越走到后面你们活得越清醒。在顿悟之前可能会有一个长时间的磨练啊，在黑暗当中孤独的战斗，孤立无援。但是你们坚持到最后，你们会发现你们之前的那些努力它都是正确的，那些苦难是值得的。最后那些苦难也都会变成你们的勋章，它会记录你们成长的脚步，它会成为你们人生的注脚，它会见证你们的成长，最后见证你们的成功。所以说 Cracked Open 啊，它其实也有这样的一种含义，就是有一些事情你们在当下是看不到它的意义的，你们必须坚持的做下去，然后在某个时间节点上啊，这件事情它就会带给你们回报啊。这个过程它是很艰辛的，但是其实你们在做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是不会感受到痛苦的，因为你们是有目标的、有方向的。但是一旦你们停下来，你们就会感到痛苦，因为你们会觉得自己好像是在浪费自己的时间，浪费自己的生命。所以说要一直往前走，你们才能够看到光，不要停下来。你们可以允许自己走得很慢，但是不要停下来。那我们抽到的第3张牌呢？我们抽到的这张占星神谕卡 Third House Messages 啊，你们可能人生的下一个阶段啊，你们会来到一个非常密集的这样的一个聚集着大量的商业信息和机会的地方啊，会大量的人才涌入的一个行业当中，它可能是一个新兴的行业、热门的行业。你们在这个行业当中会接触到大量的人，会接触到大量的这种一手的商业信息，其实是非常有利于你们自身的发展的。这张牌它暗示着你们未来的事业啊，它是非常适合那种密集的信息交换的。可能这个行业它本身就有着大量的商业信息的交换，暗示着你们人生的下一个阶段可能会去到一个资源密集型的行业当中去发展自己。而第2张牌呢是 Part of Fortune Increase， 就是下一个阶段你们整个人的这种整体的能量和运势会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当中啊！你们在经历了一个至暗时刻之后，你们生命的整体的能量会提高，你们会在下一个维度当中变得更稳定、更自信。你们可能说在下一个阶段当中也会更有能力去支付那些更优良的产品，或者说更有能力去支付那些能够武装你们的东西，比如说为知识付费。这就能够让你们在下一个阶段上面赢在起跑线上啊！所以说下一个阶段你们会用更多的钱去投资自己。而第3张牌呢是 Tenth House 啊，世界牌啊，你们人生的下一个阶段可能这种能量会主要集中在事业上面，有一种更加强势的气场，在事业上面会非常的有决心，会清扫过去的障碍。这张牌它暗示着一种强者的心态，就是你们在人生的下一个阶段会具备这种强者的心态，或者说一种强势文化，可能会自己去创造一个生产资料，去创造一个100%属于自己的项目，成立一个工作室，主动的去掌控自己在事业上面的命脉。你们会从一个消费者转变成为一个生产者，去拥有一种创造性的思维，不是向外撷取，而是把自己奉献出来。你们越深刻越有内涵，你们就越有创造力，你们自身会变得越来越富足，而你们理解的事情会变得越来越多。当你们回首自己所经历的那些岁月的时候，你们会发现那些奋斗的岁月才是你们一生的精华。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